订婚当天，姐姐逃婚，我成为了姐夫的妻子。江陵的逆女到底在哪儿？那可是周董钦定的未婚妻，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呀！周董，您再稍等片刻。10分钟后我还有会。违约的事，你们和我的律师谈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？也不是你没有看住那个不孝女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姐夫，结婚吗？哎，快看！博盛集团的 CEO 周锦旭官宣结婚了。什么？他可是京市顶级权贵，年纪轻轻就能把集团做到行业顶尖。是谁这么好命能嫁给周董啊？下半辈子都不用打拼，躺着数钱了。这身形怎么看着那么像江医生啊？只可惜看不清脸。你别说，江医生也出身豪门，该不会董事长夫人就在咱身边吧？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身份低贱，也配和周董夫人沾边？谁不知道她母胎单身，婚都没结。江医生，又有人给你送花啦！1天3束花，不愧是咱仁和医院的女神，追求者真多呀。那可不，江医生能力强，脾气好，长得又漂亮，简直是完美妻子的人选。我要是男，我现在就把她娶回家。嫁不了了，重婚犯法。我结婚了。江医生，你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怎么可能直接结婚啊？家里介绍，挺合适就结了。我要去出差，有时间再联系。说起来，我们也只见过2次而已。还吹得有鼻子有眼的，江女人，你下次记得买个戒指，做戏要做你让他看一下。笑死！下午5点落地京市，晚上回门，记得一起。结婚3天都在出差，这就是我的新婚丈夫，我曾经的姐夫周锦旭。抱歉，换班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没关系。第3天回门是京市的习俗，原以为他娶错了人，不会陪我回去。我还没来得及去买礼品，不如先去买点东西。我已经让助理安排好了。啊，麻烦了，谢谢。你最近工作很忙吗？还好。路程还远，你可以休息会儿。3天了，还没找到那逃婚的不孝女，你这江夫人是摆设吗？爸妈，回来了，
你们来啦。锦旭，你说你工作那么忙，这些东西让下面的人送过来就好了，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过来？这是应该的。走吧，里边去吧。走吧。快进来吧，进屋。来，进去。锦旭啊，你跟江妮的婚礼啊，不办也行，只要我们两家保持合作关系，我们呀绝不会介意。婚礼会在3个月后的初7举行，届时我会宴请京市所有的名流。那聘礼的事儿，听江妮的。没想到景旭对小妮这么上心。那就按长辈们的意思办。只要我的婚姻能让妈在江家好过些，怎样都行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没什么需要帮的。你快去陪景旭和你爸爸说话去，快去。妈，我难得见你一次。妮妮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和景旭相处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？婚前婚后相处不到10小时，哪谈得上好坏？我知道，景旭是京圈出了名的工作狂，而且又不是一个会疼人的性格。要不是你姐姐逃婚，咱们江家又得罪不起周家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成为家族的牺牲品？都怪妈妈身份低贱，不是你爸爸的原配，还连累了你。妈，我们真的挺好的，我们很合适。那就好。婚房已过户到你的名下。离江家有段距离，我送你过去。今天晚上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不回去了。原来他是特地抽空陪我会面，谢谢啊。我们是夫妻，不需要那么客气。我会认真筹备3个月后的婚礼。爸，听说你老公出差回来了？到昨晚的飞机。这刚领证就跑出去出差，一点也不重视你。之前我就说，像他这样的老古董不适合当老公，任你傻乎乎同意了这桩婚事。哎，你说他要真是什么宝贝，你姐舍得给你？他挺好的。好在哪儿？难道昨晚你们俩睡了？他昨晚睡的公司。一结婚就出差，出完差就睡公司，他不会身体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们婚前交换了体检报告，没什么事儿。报告可查不出好不好用这回事儿。难道他真的是在为了白月光守身如玉？白月光？小道消息，周锦旭这次去沪市出差，就是去和他的白月光甜甜蜜蜜的。无论是真是假都没关系，只要能让我妈好过些。奇怪，我的内衣去哪儿了？我记得明明拿了的，落在卧室了。他不是在加班吗？
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简旭，你刚结婚就出差，回来就住公司，让你新婚妻子独守空房，这像话吗？既然你亲口答应和妮妮结婚，你就要对她负责任。知道了，妈，我今晚就回。现在就回。忙完了。我没敢动你东西，我不知道你睡那个房。你想跟谁睡？我们谈一谈。15分钟够吗？啊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坐。听说你婚前有一位白月光。你在生我的气？别误会，我没有生你的气。听说你婚前有一位白月光。白月光？就是你婚前有一个喜欢的女人。我们的婚姻关乎两家利益，情况特殊。如果你不打算立即断掉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希望你可以把人藏好，不要被别人发现。毕竟，我们都需要一段稳定的婚姻。新婚第4天，夫妻独处的第1个晚上，我的妻子认真跟我讨论我的婚外情，说她不会干涉，不会在意。所以，如果我有，你能想到的只有这些。在这场联姻中，获利最多的就是江家。就算他在外面彩旗飘飘，我也没有资格质问。毕竟天平从开始就已失衡，我注定是退让的一方。江妮，生意不是这么谈。首先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之间没有签订婚前协议，这就代表我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有你的一份。如果我真的私德有亏，你应该先找私家侦探调查取证，再借助媒体的压力，以威胁分割更多的财产，还可以要求博胜补偿江家，继续保持合作。所以，新婚第4天，我的丈夫在教我怎么应对他出轨，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他说的对，我还是太冲动，我应该为自己争取更多筹码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。所以你也可以断了找私家侦探的想法。糟糕，被看透了。我没有那样想。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婚前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介绍相亲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其他的恋情。我既然选择了跟你结婚，我就会对你负责，对我们的婚姻负责。我对爱情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，更没有兴致去发展那些违背道德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我会对我的妻子绝对忠诚，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。江妮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是唯一的周太太。除你之外，我身边不会有其他女人。我希望我们是正常、健康的夫妻关系，这就代表正常的夫妻关系该做的事情，我们也都会做，包括夫妻义务。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或者仓促，有些事情
需要时间去适应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这些事情不可避。不就是夫妻一母，有什么难的？今天算是我和他的新婚之夜吧。正常情况下，今晚是会履行夫妻义务的。11点半了，要睡吗？11点半了，睡吧。嗯。你好像压到我头发了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睡眠不好，你晚上不打呼噜吧？放心吧，我不打。哦。这睡相跟小孩似的。早。早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索性中西餐都做了。嗯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吃好了，先去上班了。需要送你吗？不用了，我有车。江医生早。早。妮妮，你去查你老公白月光没有？我问他了，他说他没有。我去，面对周瑾旭那张冰块脸，你居然敢直接问出口，没生气啊？没生气啊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挺好的，好说话。这不竟是谁不知道周瑾旭不近人情，行事狠辣。宝儿，咱俩10多年闺蜜了，你就别骗我了。他真的挺好的。你踢架踢傻了吧？怎么，老公长得帅又有钱，爱加班不回家，不理想吗？靠，有点道理啊。笑得这么开心，聊什么呢？江医生。喏，送你的。哇，快！怎么，不喜欢吗？是不是觉得不如上次的好看？这束花可是我刚从保加利亚空运过来的。原来之前的花都是他送的。抱歉啊，小高总，我不喜欢花。不喜欢花？那江医生喜欢什么呢？要不然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怎么单聊啊？嗯？我晚上有事儿。又有事？江医生，我可是院长的儿子，就算是你的直系领导，也不敢3番5次的驳我面子，是吧？抱歉，小高总，我只是个医生，我想我没有义务陪你吃饭。况且，我和别的男人吃饭，我老公会吃醋的。你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结婚？前不久。你认真的？没骗我啊？我还有台手术，先走了。是哪个男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？
张婶儿，啊，先生，他还没回来。太太说医院有事儿，会晚一点回，让我不用准备他的饭菜了。他的衣服大多都是浅色系，不会太艳丽，也不沉。哥，你不懂，女孩子的衣服首饰越多，就代表她受家里的宠爱就越多。你看，你跟我妈多宠爱我。只是未免有些太少了。现在消费市场疲软，用户购买力下降，咱们必须调整产品定价策略。我们需要尽快拿出对应的方案。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商业模式，隔壁公司已经用 AI 做数据分析，效率提升了40%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是还在手术。技术部和战略部联合出一个方案，看看怎么把 AI 应用到现有业务里。周总，这个项目现在的调研情况就是这样。好，下一个。先生也太辛苦了。江医生，喝点水吧，连着做了2台大手术了，还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们说江医生家那么有钱，干嘛还这么拼命工作啊？你们不知道，江医生从18岁起就很少再花家里的钱了。还没有下班？忙起来竟然忘了我还有个新婚丈夫，我应该提前跟他打一声招呼的。周董开会手机向来都是静音的，看样子一定非常主动。刚做完手术，现在准备回去。我去接你。没关系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自己打车吧。我已经在路上。下雨了，在办公室等你。哟，江医生，怎么下班了还没回家呢？回家。她老公再帅，也比不上我男朋友有钱又专一。不就是个小白脸吗？装什么呢？叶小姐，卡片掉了。高子琪，你给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！哎，宝贝儿，听我解释啊！刚才的人是我同事，怕时间太晚，特地陪我等你。他好像有洁癖，抱歉啊，我肚子有点饿。哦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是吧？这送我不是回家的吗？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张婶已经下班了，家里没有吃的，一起摘，可以。可以。下次加班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接你。不麻烦，我们是夫妻。夫妻，明明当初他选定的妻子是姐姐江玲，
江家问我提起，他到底为什么会亲他？他亲我有罪吗？等一下，我今天好累。我知道，我是拿空调遥控器，空调开16度，我怕你冷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禽兽，对吧？为了自己的情欲，强迫劳累的妻子。我每周末会休息。你希望安排在与其总是紧张每天的晚间时刻，不如把这件事列入计划表内，安安心心的任务完成。周六可以吗？只不过我出差。没关系，工作中。如果哪天你不想只是约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昨晚于佳蕊的脸被高子琪气得铁青，哼，捡了你不要的垃圾还来恶心你，真是活该遭报应。有事？江医生，明晚子琪哥哥要给我办生日宴，京师叫得上名的少爷千金都会去。你和你老公感情那么好，叫上他一块儿去呗。他工作忙，没时间。是没时间还是没见过世面拿不出手啊？你就当带他见见世面。哎，我说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活该你和那渣男锁死我！宁宁，正好他不认识周董，明晚你就把你老公带来，咱狠狠打他脸去。回来了。这段时间他回家越来越早，估计最近不是很忙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有事。我同事，就是于家的千金，她要过生日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你跟他熟吗？也不算。明天晚上我有一个洽谈，早就约好了。没关系，那我跟我朋友去就行了。我去洗澡了。怎么多了这么多衣服？江林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江家的财产是我妈和你一起挣的，你要是敢给他花1分钱，我现在就去死！设计师每月都会送当季的新品到家里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。这个给你。是需要我给你买什么吗？不是，这里面是博胜每年给我的分红，密码是我们领证的日子。明天我不能陪你去聚会，所以你就和朋友去买点喜欢的东西吧，就当是给你的零花钱。零花钱？他这是把我当小孩子。妮妮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周董没陪你来？他有商业饭局。没事，他不来也挺好的，免得太给于佳蕊脸了。走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，江妮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哎，你老公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？
哎，你老公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？他今晚有应酬。哼，高家和余家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多少人上赶着想攀附呢。怎么，你老公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要错过我宝贝的生日宴呢？啊？还是说他身份低微，你怕带他出来丢脸啊？你们瞎说什么呀？我老公的确工作忙，不像有些人，精力都放在情情爱爱上。江宁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家那个小白脸能有什么正经工作？说不定现在正在哪个三流酒局上给人点头哈腰陪酒呢。周董，于氏集团下半年的营收可都指望您了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这批医疗器械啊，全靠有您的投资，我也敬您啊。先生，我已将太太平安送到余家千金的生日宴了。告诉经理，那是他的朋友，按照酒店最高规格待遇招待。朋友？可我听说那位和太太的关系不太好啊。啊？他总有名为提起人事。他这是在给我报备吗？来，江宁，我敬你。哎，我原本以为啊，江家只会跟京氏只手遮天的大人物联姻，没想到选了这么个垃圾，怪不得你姐会逃婚，留给你这么个废物。你真是好福气。哼，原来江泥是捡了他姐不要的垃圾啊！是啊，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能贪得了什么便宜？她肯定是嫁的不好，才不敢把老公带出来的。都闭嘴！怎么，林医生，是被我宝贝说中了，还是心虚了？哎，江泥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家老公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才会吓跑江大小姐？别藏着掖着，赶紧公开身份，让我们这帮人乐呵乐呵呀！就是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对我老公这么好奇啊？不如回去问问你父亲，让他告诉你。我爸？我爸怎么可能跟一个小白脸卑躬屈膝的？生日快乐！哎，妮妮，你哪来的照片啊？他俩看到脸都绿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再乘胜追击，把周董叫来，咱们让他们见识见识。他不会来的。啊，妮妮，我有东西忘拿了，我先回去拿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顺路。他的位置明明在反方向才是。走。要不要给你买点解酒药？不用，我喝了一点儿。我听说你跟余家千金不和，受欺负。
没有，我们是关系一般，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你看起来也不像是跟人结仇的性格，所以不和的原因是？我当初刚入职，他跟一个医生表白被拒绝了，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表白了，他觉得没面子吧，所以处处针对我。这样，那我们回家。不用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，以后会尽量陪你的。没关系，工作重要，这些事情我可以处理的。你先去洗个澡。哎呦，周总，您怎么会亲自给我打电话？是不是合作方面还有什么问题？您尽管吩咐。我这次打电话过来，是为了令爱和我妻子江妮的事情。听闻他们在聚会上有点小摩擦，不知你有听说吗？周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女儿被娇惯坏了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令爱名声在外，我夫人性格又软，他们俩同处一个科室，我未免有点担心啊。您放心，我马上给她安排调岗，保证她不在您太太面前碍事儿。麻烦您了。哎，安神茶，助眠的，要喝吗？好啊。我们还不太熟悉对方，要不要循序渐进的熟悉一下？好，先从接吻开始。先从接吻开始。好暧昧的话，像是调情，可偏偏从他口中说出，却又严肃的像是在完成任务。不过，这的确是任务，比起一步到位，多一点缓冲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好。好像差不多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在说什么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似乎还不够。时间不早了。对，我还有些事想处理。那你先忙吧。那你先睡。
不是刚洗完澡吗？怎么又去了？他什么时候洁癖这么严重了？文助理，文助理今天晚一些会带你去周家老宅量体裁衣。擦一下嘴，嘴上沾到了一些。哦。妈，来啦。怎么阿旭没跟你一起啊？他还有点事，晚些再来。啊，坐吧。这些是国内首席婚纱设计师拿来的图纸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挑几套。嗯。这每一套至少都要花费几百万吧？按你自己的心意多选几款。嗯，你去把小文叫下来，让她来见见嫂子。啊，小姐，太太请你去见过大嫂。她一个后妈生的女儿，也配做我嫂子？我才不认！哼！哎，小文被我惯坏了，口无遮拦的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。你看这套怎么样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远房亲戚的女儿祝小思，小时候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，现在在护士工作。小思啊，这是你锦旭哥的妻子江妮，按辈分你该叫她一声嫂子。嫂子，是你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救我！来，没事吧？我去叫护士。谢谢。江小姐，之前的事情谢谢你啊，我这哮喘挺严重的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的话，我这命恐怕早就没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啊，夫人，不如让我带江小姐四处转转，好好表达一下我的谢意。去吧。走吧。那天之后，哮喘还发作过吗？好多了。这里呢是锦旭哥小时候的书房，里面都是他收藏的作品。市中心医院对哮喘治疗非常有效，你可以去看看。其实我的病已经稳定很久了，那天是因为情绪有点激动。江医生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有个两情相悦的爱人，他结婚了，不适合我。我俩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他妈妈不同意我嫁给他，逼他娶了别人。我那天听说他在仁和医院上班，就想着去看看，没想到这半路上发生意外了。无论如何，身体最重要，人要向前看。我知道，我都懂，可我就是放不下他。我们曾经明明那么相爱。你会遇到更好的。
抱歉啊，这些话我藏心里很久了，一直也没有个人能诉说。我明白，但是他已经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你也要好好生活。谢谢你啊，江医生，我会的。我公司还有点事，就不留下吃饭了。那我送送你吧。锦旭哥今晚不回来吗？哦，他工作完就回来。哦，今天谢谢你啊。虽然有点晚，但是还是要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妈，谢谢。拿开，我嫌脏。跟你嫂子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态度好一点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了，吃吧。明明当初要进门的是江家大小姐江琳，还算哪门子嫂子？回来，跪祠堂。没事，算了。跪就跪，谁让你假惺惺的替我求情？哼！近期啊，停掉他的银行卡，让他在家好好分析。小妮，你别介意啊，这孩子啊，真是越发没有规矩了。都吃吧，来吃吧，多吃点啊。看你怎么穿得出去。说来我跟这小丫头无冤无仇，甚至从未见过。她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画完了吗？啊，没有，你等一下。画完了吗？没有，你等一下。反正今天是周六，是要履行夫妻义务的日子，大概率也穿不了多久。In the middle of a winter night, I make coffee and I sit down. Pour me room, but I feel chill inside. 我妹妹今天晚上对你胡言乱语，你没往心里去吧？她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，我不会跟她计较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她名正言顺的大嫂。以后她再对你不敬，你可以亲自教训她。可那小丫头也没说错，她本要娶的人是我姐江琳，又为何会同意和我联谊？要睡了吗？Inspired us to do the things we could and to keep what I feel. 开始吗？
我没有什么经验，如果让你不舒服了，告诉我。I'm always walking to the same old place, just in case I see your face. I'm gonna buy a drink and while I wait, I'll eat my cake and make the same